说起印度，大家会想起什么？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不好的一面，但其实印度也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，留下了很多传说以及未解之谜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发生在印度的6大神秘事件。这第一，印度死囚事件。印度死囚事件是发生在3600多年前的一场大灾难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一瞬间几乎让城内全部村民全部死亡，以至于1992年发现这座死城时，因城中遍布骷髅，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死囚。而这些骷髅骨架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、5万具。而对于死囚事件，专家们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推测。一些专家从地质学和生态学上进行了分析，他们认为死囚事件很可能是印度河床的改道、地震等引起的水灾，这才摧毁了古城。也有学者猜测，可能是远古发生过一次急性的传染疾病，而造成了全城居民的死亡。还有人说是外族人大规模进攻、大批屠杀村内居民的说法，但这些最终都被一一否定。因为在死囚事件进行研究时，他们发现城中有明显的爆炸痕迹，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被夷为平地，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，逐渐减弱，只有最边缘的建筑物这才得以保存。可是在古代，人类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武器，一次爆炸就毁灭了一座城池？这根本不可能。可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广岛、长崎核爆后，人们惊奇地发现死囚事件死者的骨骼中都含有辐射线，与广岛、长崎核袭击死难者很是相似。此外，这座古城焚烧后的瓦砾场看上去也很像原子弹爆炸后的痕迹，这也就更让这件事扑朔迷离了，甚至到了今天也没一个合理的解释。2. 普拉达贾尼。我们都知道，人在不补充营养、不喝水的情况下，一般超过了72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但在印度就有这位养老人，他声称他已经完全放弃了食物，并且这样生活了70多年。而为了证实此事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贾尼还接受了一家医院提出的实验，他被关在房间中整整15天，在这15天中，他不吃不喝，整个人竟然还精神奕奕，没有半点虚弱的样子。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，就算以现在的科学技术也没办法解释得清楚。3. 神秘山庄。这据说在印度的拉贾斯塔邦有一个神秘的山庄，村子虽然不大，但却充满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息。如果只是这样还没什么，最多和封门村有些类似，但据当地人讲，在这个村里的人离去之前，他们对村子下了一个诅咒，但凡住在这里的都不会有好下场。而在此地惨死的人据说更是达到了20多人，这也让此地凶名远播，几乎没有人敢再来挑战了。至于这些人是怎么死的，某一种说法是中了某种有毒气体产生了幻觉，这才丢掉了性命。4. 泄雨之谜。下雨下雪，这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现象，没有人会奇怪。但大家听说过下血雨吗？在2001年，印度西部的喀拉拉邦就下起了鲜红色的雨，这雨一下断断续续就近2个月，整个海岸线都被染成了血红色。事后专家解释，天上之所以会下血雨，那是因为强风带来了阿拉伯地区的红土，降雨发生后，红土夹杂在雨水中降落了下来，所以雨水则变成了红色。但这个说法显然不太可信，如果只是因为下了一场雨，说是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，但这雨足足可是下了2个月，这也似乎太牵强了。后来专家们还通过显微镜对雨水进行了观察，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这些红雨颗粒形状大小不一，有球形、椭圆形和长椭圆形，大小在4至10微米之间，有点类似于细菌的物质。在地球上根本就没有类似细菌生物，而至于这些细菌是怎么来的，至今也没人知道。5. 群鸟自杀之谜。这在印度的东部有一个名叫贾廷家的偏僻村落，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件怪事。在夏天的一个夜晚，村民们举着火把正在举行一个仪式，结果正在这时，一群鸟向他们冲了过来，他们撞在地面就不起来了，也不吃东西，没过2天就都饿死了，这让村民们人心惶惶，有些手足无措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据专家说，这是村周围有磁铁矿，它干扰了鸟类的神经，于是群鸟便从栖息之地飞出来，扑啸火光自杀。6. 通天绳。这在印度有一种诡异的民间艺术，据说上千年了都没人能破解，这就是通天绳。在他们表演时，他们会将一个竹筐放在地上，然后就像现在我们变魔术一样，让其他人检查一下绳子，然后他便会吹响笛子，之后神奇的一幕便会出现，这些绳子就像获得了生命一样，慢慢的从筐中直立起来，一点点的升高。当绳子升到一定高度后，就会有一个小孩子顺着绳子爬上去，这就是通天绳，是不是很神奇？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其实在我国的古代
代就已经有人有了一些猜测，通天绳在我国也被叫做神仙锁。相传在北宋期间，有一位嘉兴的囚犯表演他的绝技嘉兴绳记，然后竟然顺着绳子逃跑了。而聊斋志异、冤剑泪寒等等吧，很多古籍中也都有过记载。据说这是一种集体催眠术，关键就在咒语之上，它使人进入了一种假寐的状态，让人产生了幻觉。也许绳子并没有升起，也并没有人爬到空中。当然了，这个说的是古代的神仙锁，但在近代我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说法，那就是机关。而关键就那一个主框，当机关里面的人听到笛声，就会把事先准备好的硬绳送上天空，而笛声就是一种暗语，给机关里的人传递消息，以防止不测。这也就能说明为何绳子一直上升，框内的绳子没有减少的原因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也是一个猜测，是真是假还真不好说。那大家感觉这些未解之谜以及专家们给出那些解释是真的吗？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，大家一起来讨论。好了，我是叹为观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